前快要绝经时，身体或有这5个表现，提醒45到55岁女性多留意。张阿姨今年50岁，最近总觉得身体有些不对劲，她的月经变得时有时无，有时候1个月没来，突然又来了2次。更让她困扰的是，脾气变得越来越急躁，动不动就想发火，身边的家人都不敢跟她开玩笑了。张阿姨心里总是觉得这些症状像是老了的表现，但又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。医生听完她的描述后，笑着告诉她，张阿姨，您这很可能是绝经期的症状。张阿姨不禁纳闷，绝经不是停经就完了吗？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症状？你是不是也和张阿姨一样，对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不适有点困惑？身体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？这些症状要怎么缓解呢？1. 月经紊乱。45岁之后，女性的身体开始慢慢发生一些变化，而最明显的就是月经开始变得不太听话了。你可能发现月经周期不再像以前那样规律，时而提前，时而推迟，有时甚至会几个月都没有动静，忽然又来了个突袭。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罕见，也不必过于紧张，因为这是身体在告诉你，绝经的时钟已经在悄悄走动了。一般来说，女性的月经周期大约是28天左右，可能会因为个体差异有所不同，提前或延后1周左右都是正常现象。但当你发现月经突然变得不规律，比如1到2个月才来1次，或者1个月内来了好几次，就应该警觉了，这很可能是绝经的前兆。以前可能每个月都正常来几天，但现在月经量开始变得时多时少，有时甚至只是意思来一点，几天就结束了。月虽然看起来这些变化有些吓人，但它们其实是身体逐渐适应绝经期的正常过程。在月经紊乱的同时，一些女性还可能出现经前综合征的症状加重，比如痛经、头痛、乳房胀痛等。这是因为体内激素的波动影响了子宫和盆腔的血液循环，导致月经来潮前的症状更加明显。如果你开始频繁感到这些症状，可能也是绝经期将至的信号之一。不过，也不能掉以轻心，毕竟月经紊乱也可能是其他健康问题的征兆。如果你的月经突然异常频繁，经血量异常增多，或者出现了其他不适，最好还是去医院做个检查。当然，面对这些变化，很多女性心里难免会有点不安，甚至觉得自己开始老了。相反，这个时候的你更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态，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，顺其自然地迎接身体的变化，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。说到底，月经紊乱只是绝经期的前奏曲，是身体自然而然的反应。与其纠结于月经的不规律，不如多给自己一些耐心，学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在这个人生的过渡阶段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焦虑，绝经并不可怕，它只是意味着你将迎来人生中的另一个精彩篇章。2. 不明原因的身体疼痛。随着女性接近绝经期，身体可能会开始出现一些莫名的疼痛，尤其是关节和骨骼部位的酸痛。这种疼痛似乎没有明确的原因，也不是因为过度劳累，但总是悄无声息的出现，让人感觉不太对劲。进入40岁以后，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开始逐渐减少，骨骼中的钙质也会随之慢慢流失。当雌激素水平降低时，骨骼的密度也跟着下降，逐渐变得脆弱，关节和骨骼的压力增加，疼痛感自然也会更明显。骨质流失不仅会带来疼痛，还会让女性更容易出现骨折等问题，尤其是髋部、脊柱和手腕等部位。一些女性可能在绝经后几年内发现，轻微的跌倒或撞击就会导致骨折，这是因为她们的骨密度已经明显下降。虽然这种过程看起来比较慢，但长期的钙质流失积累，最终会让骨骼不堪重负。女性在这个阶段关注骨骼健康，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疼痛，也是为了更好的维护生活质量。骨骼健康的好坏直接影响日常行动的灵活度，如果不加以重视，随着骨质疏松加重，生活中的很多简单活动，比如上下楼梯、搬运物品，都会变得困难重重。因此，保持骨骼的健康，不仅是预防疼痛，也是延缓衰老、提升生活品质的关键。3. 情绪波动和焦虑。到了绝经期，除了身体上的变化，情绪上的波动也是让很多女性感到措手不及的挑战。很多女性会发现自己的脾气变得比以前更急躁，
情绪时好时坏，甚至小事也能引发焦虑和不安。这种情绪波动并不是无缘无故的，而是随着体内雌激素水平的下降，直接影响了神经系统的稳定性。当雌激素水平下降时，大脑中负责调控情绪的部分会变得敏感，导致女性在这段时间情绪容易失控，常常感到焦虑、抑郁，甚至无法集中注意力。这种心理上的不适感，再加上身体上其他更年期症状的叠加，会让女性觉得自己像在坐一趟过山车，心情时起时落。有时，情绪波动表现为突如其来的易怒，可能明明没什么大事，却会因为小事发火。这种失控感让人感到无力，甚至会有挫败感。很多女性在这个阶段觉得自己脆弱了，常常在负面情绪中打转。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情绪问题无解。首先，接受这些情绪变化是绝经期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心理负担，理解这是身体和大脑正在经历的正常变化。此外，和家人、朋友的沟通也很重要。很多时候，女性可能会觉得这些情绪不方便向外界倾诉，但其实身边的支持系统对度过绝经期的心理挑战非常有帮助。绝经期的情绪波动并不可怕，它只是身体在经历重大变化的反应之一。通过调整心态，积极寻求帮助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心理调试，女性完全可以平稳度过这段风雨期，迎来更加自信、从容的生活阶段。情绪波动虽然让人困扰，但它也是让我们更加关注自己内心世界的机会。用心呵护自己的心理健康，才是真正的美丽和强大。4. 盗汗潮热。进入绝经期的女性最常遇到的麻烦之一就是盗汗和潮热。这种突如其来的热浪往往让人措手不及，特别是在夜晚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突然被一阵热浪袭击，紧接着全身冒汗，甚至衣服和床单都湿透了。白天也可能会无缘无故突然感觉到一股热潮，从胸口一直往上烧，弄得人手忙脚乱，脸上也冒出一阵阵红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，潮热和盗汗是体内激素水平波动引发的副作用。在绝经期，雌激素的减少让身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变得紊乱，身体误以为自己太热了，于是触发了散热模式，让你出汗来降温。这种反应是不受控制的，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天气并不热，但身体却像烧锅炉一样开始冒汗。这种潮热现象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，夜晚的盗汗尤其让人崩溃。毕竟谁也不希望因为汗水浸湿的床铺而睡不好觉。尽管潮热和盗汗听起来有些吓人，但它们其实是绝经期常见的现象。幸运的是，这种症状不会持续一辈子，通常在几个月到几年内会逐渐减轻，直到最终消失。盗汗和潮热虽然不太好受，但它们只是绝经期中的一段插曲，并不会永久持续下去。通过调整生活方式，注重自我调理，还是可以有效减轻这些症状带来的困扰的。5. 心悸心慌。当女性进入绝经期时，很多人会感到一种奇怪的现象，心脏好像突然跳得特别快，有时甚至莫名其妙的觉得心慌。这种心悸心慌的感觉让人心里七上八下，好像身体在发出某种警报。心悸心慌的背后原因，主要还是和雌激素的减少有关。绝经期时，雌激素水平下降，导致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平衡被打破，交感神经变得更活跃，而这会直接影响心跳的频率和强度，心跳忽快忽慢的感觉就随之而来。这种突然的心悸让人难免担心，特别是当这种现象发生在安静的状态下，比如晚上躺在床上时，心跳加速会让人觉得莫名的恐慌。很多女性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心脏病，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，这只是激素变化的结果，并不一定是心脏本身出现了问题。虽然心悸心慌是绝经期常见的症状，但如果出现的频繁，或者伴有胸痛、呼吸困难等症状，还是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为了缓解这种心悸心慌的症状，保持平和的心态非常重要。当你感到心跳加速时，可以尝试做几次深呼吸，慢慢吸气、呼气，帮助自己平静下来。总之，心悸心慌是绝经期的常客，但它并不意味着身体出了大问题。把它当作身体在适应新阶段的一个信号灯，提醒自己放松心情，调整生活方式。
面对这些变化，我们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和合理护理，让心悸心慌的警报安静下来，让自己更从容地度过绝经期的种种挑战。结语：绝经是每个女性都会经历的自然生理过程，虽然它常常伴随着一些不适和挑战，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负担或衰老的象征。本文通过月经紊乱、不明原因的身体疼痛、心悸心慌、情绪波动和盗汗潮热这5个方面，详细介绍了绝经期女性可能遇到的变化和应对方法。绝经并不可怕，它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。与其被这些变化困扰，不如借此机会重新关注自身健康，通过合理的饮食、适当的运动、情绪调节以及专业的医疗建议，帮助身体顺利过渡。每个女性都将面对绝经期，虽然挑战不少，但通过积极的调整和护理，我们完全可以优雅地度过这个阶段，继续享受健康而充实的生活。